601号長野行きです。本日も北陸新幹線をご利用くださいまして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この電車は朝晩長野行きです。まもなく軽井沢です。我们到千景泽了，我们想要先去云场池，从车站大概走23分钟，然后去完云场池之后，我们想要去旧千景泽银座通，再从云场池走过去。已经好久没有出来玩了，这旅行决定的还蛮突然的。现在千景泽是-1度，到中午应该会再热一点。大概2周前吧，突然间想到还没有去过千景泽，就看了一下住宿，看了一下车票，就定了。太久没出来玩，忘记怎么玩了。本来还想说，搞不好可以看到雪，因为这几天还蛮热的，现在看起来没什么雪。突然回暖，路边有一点点的积雪，有雪人没有雪。从东京搭新干线的话，还蛮快的，1个小时出头就到了。现在可能是因为太早了吧，路上都没有人。刚才看到一只松鼠突然跑出来，这边感觉好多别墅，应该会有很多人来这里度假，夏天来避暑，冬天来滑雪吗？等下到前面路口左转，再走大概10分钟就会到。右边是一间店耶，是一间咖啡店。这间店看起来气氛也还不错耶。店休到2月13号，今天是14号，所以它刚好从今天开始营业。再走350公尺。刚才那间从今天开始营业的店，因为看起来还不错，那是一间卖暖炉烧料理的店，店里面有一个炉的烤肉。过了这座桥之后，就到云场池了。里面有好多鸭子。云场池全长1050公尺，绕一圈徒步约20分钟。可惜现在雪没有很多，没有办法看到这么漂亮的冬季景色。会有熊出没，但现在应该还在睡觉吧？此湖又有天鹅湖之美称，我只看到鸭子在里面而已，没有看到天鹅，应该只是名字叫做天鹅湖，不是真的有天鹅在里面吧？鸭子湖。我本来想象整个都是雪，跟我想象中不太一样。没有冰天雪地，应该是刚好回暖了。我觉得有种池塘的味道。像这样在大自然里散步还是很棒的，可以转换一下心情。但平常的话，现在应该还在睡觉，我可能还没起床。今天很早就把你挖起来了。我们8点多就到千景泽了。我刚才看到一群鸭子这样飞过去，一大群耶！左边好多鸭子哦。绝对不能进去游泳，除非你是鸭子。
刚才突然听到鸭子大叫一声，吓到我。不知道在说什么。这里有吃的，快点过来！我们走完一圈了，真的差不多20分钟，感觉游客也变多了。我们中午想要吃这一间在云场池旁边的餐厅。午餐2000元起跳。三明治比较便宜一点，1500。这个信州和牛排1万元。好漂亮哦！我们的座位旁边外面有个小瀑布，可以看到一点点云场池。店里也有卖甜点。我家点了一杯热红茶。我们点了高原烤蔬菜咖喱，蔬菜的量跟咖喱的量有点不成正比，咖喱的量好多哦。这是信州猪肉三明治。这个分量还蛮大的。咖喱对我来说有一点辣，应该算中心吧。三明治的面包不是吐司，形状看起来跟佛卡夏有点像，猪肉的味道还蛮重的。那面包是脆的，那还蛮好吃的。这烤蔬菜很香，有一股刚烤好的焦香味。现在11点多，店里已经客满了。刚才有人要进来，进不来了。吃到后面，我觉得好像在吃蒜泥白肉。有那个感觉。从这里走去旧清景泽银座商店街，大概走20分钟。我们回到刚才暖炉烧这间店了。看起来太好吃，看了又饿了。下次来清景泽的时候来吃这间店。在暖炉烧店的附近有一间意式餐厅，这间好像也还蛮有名的。蘑菇听起来还蛮可爱的。我们就这样子沿着这一条旧中山道一直往前走，就能到旧清景泽了。我们已经快到商店街了，旁边这一间是面包店泽村的店，应该是他的咖啡店吧。泽村在东京也有好几间店，这里有清景泽限定的自家制粉新窑面包，右边那个超大的。我觉得清景泽限定的面包看起来还不错，东京就没有卖清景泽限定的。泽村对面这一间荞麦面店排好多人，看到苹果派的店，有好几种不同的苹果派，不同品种。
这间店我好有兴趣哦，里面有很多古董。可惜现在冬季休业。这里有咖喱面包，三立饭店的咖喱面包。我看路边蛮多人坐着在吃鸡排的，有19种新香料，腌制36小时以上。清景泽的紫路痛堂好大间哦，这里也有清景泽店限定的料理。现在有好几间店都在冬季休业，冬天来清景泽的话，要先看好店开门的时间。这间之前N奖有送过我，还蛮好吃的。花果酱，这个草莓果酱，我觉得比起果酱，它更像糖渍的草莓，可以吃到里面一粒粒的草莓，但是没什么果酱的粘稠感。我感觉这条街最热闹。这里有米菲兔、史努比，还有彼得兔。超级巨大的鞋子。我觉得越走越热，我决定拿掉我的围巾。刚才看现在8度，比早上热蛮多的。看到一间蜂蜜店，这间蜂蜜店有好多蜂蜜可以试吃，蛮浓郁的。在想要不要买巧克力？今天是情人节，好像可以应景一下。住在可可森林的不可思议的动物们。我拿到了一个试吃的苹果巧克力，试试看。刚才吃的巧克力里面有包夏威夷火山豆。我想要走去圣保罗天主教会，再继续直走。我们到了圣保罗天主教堂。想要找咖啡店坐一下，这里已经没什么人了，跟刚才商店街的人潮差好多。本来想要到圣保罗天主教堂附近的咖啡店，这间店也在冬季休业。同一条路上还有另外一间咖啡店，希望这间有开。
很舒服的空间，而且很温暖。店里有个很巨大的火炉，我刚好坐在旁边，好温暖哦。菜单好像魔术方块，好有趣。蛋糕跟啤酒，是茶，还有可乐。这里是咖啡，这里也是咖啡。点了一个巧克力蛋糕，今天情人节还是想要吃一点巧克力的东西。我点了一杯冰红茶，我点了一杯苹果汁。巧克力蛋糕有一点干，质地偏硬，感觉味道还蛮朴实的。从座位旁边往外看都是木材。只有我们跟另外一组人而已，不知道是不是离商店街太远了，大家没有走过来。其实很近啊，但是就是不是在商店街里面。我们一下子就走回商店街了。遇到浅野屋，我们还蛮常去浅野屋的自由之丘店的。浅野屋对面有一间面包店，法国面包好像很有名。但是我们今天要在千景泽住一晚，如果明天回家前有时间再过来买。我们走到商店街的底了，这后面有几间旅馆跟饭店。我们从商店街走回千景泽车站，大概走半小时。那条商店街意外的有很多角色的专卖店耶，而且鞋店的比例有点高，有蛮多鞋店的。商店街那边也有公车可以搭回车站，但是因为我们想看沿路的风景，所以还是用走的。我们走回千景泽站了，接下来要去搭我们今天晚上要住的饭店的接驳车。从这里可以看到在滑雪的人还蛮清楚的。我们要搭3点半的接驳车。第一辆接驳车满了，我们搭第2辆。我以为冬天的千景泽会是个一片雪白的世界，虽然今天看到的景色跟我想象中不太一样，但整天走下来还是看到了不少美景，一整天都过得很充实。谢谢大家看到最后，我们下支影片见。